第9章，金星客人拜访提顿王室。几周的时间过去了，1930年12月31日的早晨到来，圣哲曼大师也一同来临。今晚7点，请准备好。他指示说，我会叫着你，把你的注意力尽可能多的集中在你内在神的荣耀之上，这样你就可以获得这个神圣场合预想的全部收益。你的双生光还有你的儿子也会同去，你们3人会是提顿王室兄弟在今年举办的新年大会上的贵宾。那天剩余的时间，我在深度的冥想中度过。他7点钟到达，因为我已经把我的物质身体放在床上了。我走上前，穿上他为我准备的身体外衣。今晚，他继续说，将要进行一场试验。这项试验已经进行了7万多年，我们对这次的成功充满了信心，因为所有的人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来吧。我们穿越的速度一定很快，尽管我没有意识到。不过很快，我们就到达了提顿王室山峰的顶端。厚厚的积雪让它在月光下像数百万颗钻石一样闪闪发光。当我们接近管道的入口时，我注意到它的周围有一块空地，半径至少有100英尺。踏入其中，温度温暖而且舒适。我们进入了入口，这是为那些来参加新年典礼的人开放的入口。圣哲曼还有我进入了宏伟的宴会厅，遇到了洛特斯和我们的儿子，他们已经跟着他们的守护者阿门贝到达到这里。我们对这次的会面非常高兴，因为我们已经有2年的时间没有在物质层面上见面了。在那段时间，在身体之外的工作当中，每一个人都忙于自己的个人活动，都需要我们进入内在不同层面的不同管道之中。大殿内灯火通明，空气当中弥漫着玫瑰和荷花的芬芳，最甜美、最悦耳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很多人已经到达了，每隔几分钟还有更多的人到达。我们注意到一个巨大的物体，用金色的布覆盖着，放置在了房间中央，但是没有人对此做出任何解释。我们也保持着沉默。圣哲曼把我们介绍给客人，然后带路进入一个摆满了稀有乐器的房间。我们看到一架巨大的管风琴，还有4把竖琴，它们由珍珠般的物质制成，支架是由黄金构成的，共鸣板和上半部分由白色的金属制成。竖琴上的高音弦是用银线缠绕的，低音弦则是用金线缠绕的，而且制造它们的材料发出的音调结合了金属、木头和人声发出的声音。这些乐器的音色只有通过亲耳聆听才能去知晓，因为它们不同于西方音乐外部世界当中使用过的任何乐器。这种不同寻常的材料所产生的声音更接近于在印度使用的乐器迪尔鲁巴琴产生的美妙音调。我们看到了4把小提琴，也是用一种看起来像珍珠的材质制成的，但是其声音远远超越了任何已知的木材。琴弦是由金线和银线缠绕而成，音色之美几乎无法形容。我们都听到了这些乐器。那天晚上稍晚些时候进行了演奏。回到宴会大厅，圣哲曼向洛特斯还有我们的儿子展示了最近从墨西哥瓦哈卡州的米特拉神庙转移过来的美丽雕像。他陪同他们游览了档案室，在那里他们看到了我之前和他一起看到的那些证据。为了庆祝新年，提顿王室的所有成员都身着华丽材质的纯金色长袍，左胸绣着兄弟会的徽章，材质看起来像深蓝色的天鹅绒，与构成宇宙镜面平板使用的是同样的材料。
在场的有70位男性、35位女性，以及主持上师兰托，他是受到福佑的兄弟，负责管理这个隐蔽之处。当所有属于这个分支的人聚集在一起时，他走上前来对他们说：现在是11点，我们要冥想的时间。今晚让我们倾诉对伟大圣光的尊崇，感受我们与自己的神性合二为一30分钟的时间。在随后的30分钟，要知道金星跟我们的地球也处于合一之中。所有的人都站在他们一贯的位置上，在房间的中央形成了一个椭圆形。在那1个小时当中，106道金色的身影仿佛融合在了同一的呼吸之中，浑然一体。在冥想结束时，一阵欢快的音乐充满了巨大的宴会厅，然后兰托走到了那扇巨大的镜面面前，他伸出双手，一道极度闪耀的圣光闪现，映射出了远处的一群人，他们被金光、玫瑰光和紫罗兰色的圣光环绕着，美轮美奂，璀璨夺目。当他们走近时，同样辉煌美妙的光泽充满了整个宴会大厅，给每个人一种振奋还有充满力量的感觉。现在有来自金星的12位客人站在了我们的中间，他们身着闪亮的金色长袍，超越了语言可以描述的能力。其中有7位男士和5位女士，他们都异常的美丽。其中6位男士身高至少6英尺4英寸，第7位男士要比其他人高出足足2英寸，女士们大约都是5英尺10英寸。除了那位最高的上师，其他人的头发都是浅棕色的，而他的头发是耀眼的纯金色。那双明亮锐利的紫蓝色双眼，美丽而且迷人。这位高个子的上师以东方人的方式行礼，用右手的指尖触碰了自己的胸口还有前额，然后在兰托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其他人也走上前来向他打招呼，并被介绍给在场的人。兰托做了简短的欢迎致辞，不过只有下面的内容被允许记录。在合一的至高无上的神之临在中，以及在聚集在这里的伟大白色兄弟会的临在之中，来自金星的这12位客人成为了提顿王室兄弟会的成员。这位高个子上师成为了那晚的主持上师，他接受了欢迎，并走到房间的中央，把那块金色的布从他覆盖的屋顶上取了下来。看呐，摆在我们面前的是3具水晶棺材，里面仍然装着洛特斯、我的儿子和我的身体。他们看起来仿佛是这些形体刚刚入睡，散发出完美的健康。主持上师转身对我们说：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3个人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请站在对应的容器旁。他指示说。我们服从了，即刻一道神奇的光芒聚集起来，靠近了我们和这些身体，强度迅速地增加，一直到我们无法用外在的视觉看清楚事物。片刻之后，光芒减弱了，令我们惊讶的是，棺材空了。我们站在那里，穿着我们很久以前搁置的那具身体。这些身体在过去的这么多世纪以来，被生命火焰维系并净化着。这种转变非常震惊，那种感觉无法描述，因为我们跟读者一样感到吃惊。然而，任何人的人性面相，即便是最好的一面，对一直存在于我们周围的巨大奇迹，以及生命各个层面的无限可能，一切皆有可能。对于这些都知之甚少，而且我们越是居住在爱以及对我们神性的认知当中，这些创造中的奇迹会越来越多地揭示到我们的个人生活当中。试验成功了，
当我们在这些兄弟姐妹之间走来走去，所有的人都祝贺上师和我们取得的成就，他们非常的高兴。一个如此奇怪的实验变成了一个伟大的事实。很多人评论说，这些身体与来自金星访问者的身体是多么的相似。水晶棺材随后被转移到了其他的房间，美妙的乐器被带到了宴会大厅。圣哲曼用那架巨大的管风琴演奏了第一首曲子，他把那首曲子称之为未来之心。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地球上的风琴发出的最细腻、最丰富多彩，同时又强而有力的音乐。在他演奏的同时，最美丽的色彩比言语描述的更加华丽，倾洒到了整个房间之中。一组人演奏了下一个音乐片段，圣哲曼大师在管风琴面前，来自金星的3位女士以及洛特斯演奏了4把竖琴，来自金星的2位兄弟，我的儿子和我演奏了4把小提琴。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随着圣哲曼奏响序曲，管风琴上方闪过灵魂的狂喜这几个字，所有的人都深深地沉浸在美妙音乐的圆满还有欢乐当中，声音和力量膨胀到如此的巨大，似乎那种喜悦的美丽和荣耀一定要发出足够强大的神之意识，以提升全人类。是的，甚至地球本身也进入了永恒的完美之中。还有4组音乐片段用同样强大的力量演奏，以提升还有协调所有的地方，直至我们感觉仿佛这座山会飘走。音乐结束了，乐器被送回至他们的房间，主持上师让所有的人以特定的秩序坐在宇宙镜面面前。他在地球3角点的位置坐下，来自金星的奇妙景象开始出现。他解释了每一个无法自我阐释的细节。这些场景揭示了他们大部分的教育体系，展示了天文设备，他们的完美会让今天的科学界赞叹不已。还有地质学家用来检查金星和地球底层内部的地质学设备。我们看到了发明家和他们的几项重大发明，这超越了我们最丰富的想象。这其中的很多发明，上师解释说，将来会在地球上投入使用，也就是我们已经进入的黄金时代。一些将要在地球上使用的主要发明被阐述得明白，若是人类可以看到它们，就未来而言会令人振奋并受到极大的鼓舞。这些来自金星的场景可能会在之后的工作当中单独进行描述，前提是要获得许可。来自金星的场景播放结束，地球上演的戏码被搬上了荧幕，展示了在接下来70年中发生的许多变化，它们影响了欧洲、亚洲、印度、北美还有南美，并向我们揭示了，不论当前表面上看上去如何，企图在全世界制造混乱和破坏的邪恶力量将被彻底摧毁。当完成这一点时，人类大众会把注意力转向每个人心中的，同时又掌管着宇宙的伟大神之灵在上。和平将主宰地球，众人之间彼此会友好相待。这个启示是惊人的。接下来是结束的场景，主要涉及下个世纪的美国，它将要取得的进步和成就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事情是真实的，因为伟大的神之法则不会犯错。新年夜的揭示是神永恒的真实记录。一些伟大的灵魂也被展示了出来，他们将觉醒、被提升、加入扬升之主，从而推进这一伟大的进步。主持上师接下来让在场的人想到了受到祝福的库马拉，并且用充满爱与尊崇的声音给出了以下解释，向他们致敬。7位库马拉，一些内在领域的学生
称呼他们为来自金星的火焰之主。他们是整个行星体系当中唯一的存在，出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还有无限的爱，主动来提供帮助，保护地球的孩子们，并帮助他们向上成长。他们在地球成长的最关键时期来到了这里，给予了超凡的帮助。他们在地球的启蒙时期来到这里，这是一颗星球以及其人类生命当中最危险的时期。但是通过他们的保护还有指引，目标得以实现，人类已经能够达到更伟大的高度。很多兄弟们明白，每隔2500年，库马拉会释放出极大强化的宇宙之爱、智慧和能量。这种闪耀的圣光和超然的光辉会淹没整个地球及其居民，穿透一切。这是一个巨大的提升过程，为整个地球和人类的成长提供了向前的推动力。就在每一次这些伟大的圣光倾泻之前，都会发生特别的物质层面的扰动。整体来说，人们都会感到普遍的动荡。这种扰乱是由于上一个宇宙周期期间所积累的不和谐造成的。这种不和谐的产生，总是由于偏离了基本的生命法则，造成了人类感官的污染，污染了人类、地球和大气层的外在活动。正是要净化这些，并把人类带回生命最初的纯净之中。灾难性的事件发生了，在这些时期过后，库马拉会释放出强大倾泻的圣光，来照亮和强化地球的孩子们，从而使他们最终可以达成至高无上的成就。我们正在接近另一个这样的时期，这一次释放出的伟大宇宙之爱、智慧和能量，圣光的强大光芒，不仅会加速人类种族的心智发展，也会加快地球的原子结构，让它在我们的太阳系当中更加明亮。自从这些伟大的火焰之主来到地球后，还没有出现过允许的状况，让这样伟大圣光的倾洒得以发生。不过不久之后就会出现许多人，他们看上去因为他们之前的遭遇变得冷酷无情，几乎会在一夜之间醒过来，并在每一颗心中感受到伟大的神之临在的临近。很多保持温顺、谦逊，又一直紧紧抓住内在临在的人，会突然之间通过超然的圣光，闪耀出让自己吃惊，也让他人吃惊的光芒。他们会表达出这些圣光，所有一切都将由神之爱的力量来完成。人类会真正开始意识到，到达了多么愚蠢的高度，因为神创造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进行对抗。祝福他人而非祝福自己的心愿，几乎会不由自主地进入人类的心灵，并发出圣光，照亮通往完美的道路的剩余部分。唯有自私，把这个领域中的孩子们束缚在捆绑和苦难之中。这一度允许在地球上表达，但是当基督的圣光拓展人们的心中之爱时，自私就消失了，返回至遗忘的海洋。巨大的自然的物质层面的转变会发生，圣光的两个伟大中心将向人们倾洒他们的祝福，其中一个是在其闪耀光芒中的荣耀灿烂的香巴拉临在，另一个将会在美国出现，但是并不是迄今为止人们被引导着去认为的某个地方，那个地方尚未通过外部渠道向世界表明。目前，在来自帮助地球上孩子们成长的伟大扬升之主的帮助和圣光的强烈倾洒当中，数以百计的人会发现他们当前的物质身体由于振动速度的增加而快速提升。随着这一切的完成，人类会意识到物质层面的限制还有不和谐已经像一件破旧的衣服那样消失了。他们圣光之子永远站在合一当中，永恒的生命火焰和永恒的青春与美丽的完美
与他们同在。这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相。亲爱的地球上的孩子们，你们站在时代的门槛上，它的大门正被爱的伟大存有打开。他们邀请你有意识地在圣光之中跟他们同行。不论外在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要与圣光同行；不论表象上看上去是什么，要处于圣光之中。然后你就会找到一位圣光上师，他曾经在你前面走过相同的路，一直观察着你，并站在你的身边，向你揭示真正的道路。周期转变了，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带来一种更安全、更加强大，同时又快速的方法，让在这条通达之路上攀登的人可以与伟大的宇宙圣光保持永久性的连接。在这种新的秩序当中，新的入道人的训练应该把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和保持在身体的3个最高能量中心上。他会在这3个能量中心完成他所有的工作。只有心脏、喉咙和头部的能量中心会接受到有意识的思考，还有注意。求道者的全部努力是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这里，因为只有把目光从低等的能量中心移开，他才能超越痛苦和限制。头顶的中心是人体当中最高的能量聚焦点，来自创造伟大源头的液态白色圣光，它的银色生命之线从这里进入。当心智的注意力牢牢地固定在这里时，灵魂之门就会打开，纯净白色圣光的3重活动会环绕在太阳神经丛正下方的腰部，永远切断人类当中动物本性的破坏性活动，这会让他的灵魂跳跃进入完整的神圣活动当中，再一次与其源头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从此之后，永恒的主宰所有的人类创造，也就是地球上的不和谐。真诚的学生应该经常去沉思头脑当中黄金圣光的完美行动，因为它会照亮并教导外在的心智所有美好的事物。这就是内在的神之圣光。一个人应该感觉到它充满了他的整个意识，他的身体，还有他所在的世界。这就是照亮每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的光。所有存在的人类当中，没有一个人的内在没有这种圣光。地球上有很多人，他们正在迅速的觉醒，并感受到这种内在圣光强大的涌动从他们身上倾洒而出，从而找到更伟大的表达。如果他们能够严格的让自己处于和谐之中，坚定不移的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内在的神之自我上，接受并观想其闪耀光芒的全部活动，他们就可以让自己包围在白色圣光的3重活动当中。这会切断外部世界当中所有不和谐的创造。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们会很高兴，也会很荣幸的在每年的1月和7月跟你们在这个隐蔽之处见面，因为主宰一切的神之圣光的临近和倾洒很快就会淹没美国，从一个海岸到另一个海岸。现在当水晶棺被搬运进来时，让我们进行对金星和地球的合一深入冥想。神性是无所不在的，居住在形态之中。我们处于深度冥想中大约10分钟，然后主持上师吩咐我们3人到对应的棺材旁边。他在心脏部位和额头做了个手势，双手交叉在胸前，呼请神之临在。你是宇宙及其所包含一切的伟大创造者，你是无所不在的神，我们等待着你伟大仁慈临在的显现。一道柔和的玫瑰色发光精华环绕着我们和那几具棺材，向我们靠近。突然，一道耀眼的白色光柱进入了环绕我们的光芒当中，足足停留了3-4分钟，才逐渐地淡出视线。
当我们往水晶棺中看去，发现3具身体躺在里面，我们观察着彼此，发现我们再次穿上了圣哲曼大师为我们准备的身体载具。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得以参观提顿王室的大宴会厅。主持上师祝福了那些聚集在这里的人，提顿王室兄弟会以及地球上的所有人，并承诺在这个7月再次与他们相聚。来自金星的12位根据宴会厅地板上的圆圈站在他们各自的位置上，整座山峰都因他们带来的伟大神之能量而震颤。这圣光汇聚成一只巨大的老鹰形态，它的身体是紫罗兰色，头和足是金色的，整个房间都充满了闪耀的白色圣光，形成了光明精华的伟大通道的另一端。12位闪耀的存有通过这条通道返回了他们在金星的家园。那些聚集在这里的人一起凝视着的至高无上的愿景，超越了任何语言可以描述的范畴。当伟大的振动活动降低时，一道美妙的水晶光芒照亮了宇宙镜面。这句话出现在了上面：愿地球以及其所有的居住者处于和平与光芒之中。来自金星的祝福。每一位客人都触摸着他的心口还有额头，双手交叉在胸前，鞠躬以接受伟大圣光的倾洒。所有的人一个个的经过兰托面前，并为1931年要进行的工作接受了个人层面的指导，然后静静地坐着，尊崇伟大的圣光。在冥想结束之后，一阵美妙的音乐响彻了整个大厅，人们低下头接受了他的祝福。他的声音响起，清晰、动听，而且洪亮。除了神之外，没有什么是至高无上的；除了基督之外，没有什么是永恒和真正的；除了圣光之外，没有什么是真实的。这3者是一体的，其他一切都是阴影。要记得，阴影会遮蔽，阴影会误导，阴影会让人类跌倒。走在圣光道路上的人，忠于基督，永远看着神的方向，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当中，不受他周围充斥着的漩涡的影响。虽然阴影一直存在，但他永远在其中工作。他把他的圣光照耀到阴影上，从而迫使他们进入遗忘的海洋。除了面对和尊崇合一的伟大之神、万物之源外，没有幸福可言。除了基督，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存在。除了通过圣光的道路，没有其他穿越宇宙的方法。如果你愿意用这种对生命永恒的理解来武装自己，宣誓只效忠于你的源头神，忠于基督，并携带圣光，你就会把对生命的爱与祝福当作自己的荣誉准则。不论它以什么形式进行表达，不论你是在哪里遇到的它，这是存在的永恒计划。任何知晓的人都可以在宇宙的任何地方前行，探索它其中的一切，同时又不会被人类创造的任何阴影所影响。人类处于遗忘之中，忘记了生命从何而来。只有神是伟大的，所有的荣耀都属于一切伟大的源头。只有知道它的源头，并拒绝接受任何其他，这样的人是明智的，因为他成为了永恒的幸福。不论他走到哪里，都成为了主宰者。然后他自己就可以成为世界的创造者。他把这些幸福赐予世界，在这项活动当中，真正实现了对万物的神圣计划。提顿王室兄弟会的成员向地球上叛逆的孩子揭示这个伟大的计划，
把你的光芒倾洒在他们创造的阴影上，并为他们指明通往伟大中央太阳，我们超然源头的道路。我的圣光包围着你们，我的力量支撑着你们，我的爱通过你们的呼吸进入那些在圣光当中寻找家园的人。亲爱的人类，愿这同样强大的光芒洒下它的光辉，用那神圣的爱来照亮、疗愈、祝福你。神圣之爱永远把万物紧紧地拥抱在合一至高无上圣光永恒的怀抱当中。美国，神保佑你，现在就让你覆盖上永恒的，让阴影无所遁逃的圣光。